你一直以为你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事情总是这样发生，人总是这样对你，而你也只能这样回应。那种感觉很真实，真实到你几乎不曾怀疑，这一切其实是可以改变的。你习惯了某些情绪，习惯在特定情境下感到不安，习惯在关系里退让，习惯在机会面前迟疑，你以为那是你的个性，是你本来就是这样。但其实那更像是一种被反复练习过的反应。你的大脑一直在默默记录你经历过的一切，每一次的情绪，每一次的选择，每一次你对自己说过的话，都会在神经之间建立连结。这些连结会让某些想法变得更容易出现，让某些情绪变得更快速启动，让某些行为变成自动模式。久而久之，你开始以为那就是你，但那其实只是你习惯成为的样子。而更深的一层是，这些神经连结也在悄悄影响你如何看待世界。你会更容易注意到符合你信念的事情，更容易忽略那些不一致的可能，就像你的大脑在替你筛选现实，让你看见一个你早就相信的世界。所以当你觉得自己总是被忽略，你的注意力就会停在那些没被回应的时刻。当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你就会特别放大那些失误与不足。这并不是世界真的只有这样，而是你的神经系统正在帮你维持一种熟悉的现实。而你一直到现在才慢慢开始发现这件事。你开始意识到，原来你的反应不是命中注定，原来你的感受是可以被重新理解的，原来你一直以来所相信的并不是唯一的版本。这种发现一开始可能让你有点不安，因为它动摇了你长久以来的确定感，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如果这一切是被学会的，那么也就可以被改写。而改写从来不是一瞬间的翻转，而是一种很细微的练习。当你在熟悉的情境里，试着多停一秒；当你原本要否定自己时，轻轻地换一句话；当你想退缩时，允许自己多靠近一点点。这些看似微小的选择，其实正在松动旧有的神经路径，让新的连结有机会形成。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不自然，甚至有点别扭，因为你的大脑还在适应，还在学习一种不同的方式。但只要你持续，那些新的感受会慢慢变得熟悉。你会开始发现，你不再那么容易被同样的事情牵动，你开始能够用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也开始在世界里看见不同的可能。这不是因为世界突然改变了，而是因为你内在的运作方式已经悄悄不同了。而这样的转变并不需要你变成另一个人，你只是慢慢的从那些自动的模式里醒来，看见自己其实一直都有选择，看见那些你以为固定的其实是可以流动的，看见你所相信的世界其实正在随着你一点一滴的改变。你会在某个瞬间明白，原来你不是被困住，你只是还没发现。你的大脑一直都在为你重新写着一个你可以慢慢靠近的世界。你曾经那么努力地告诉自己要相信，相信一切会变好，相信机会会出现，相信自己值得拥有更多。可是在某些安静的时刻，你仍然会感觉到一种微妙的落差，嘴上说着相信，心里却还藏着迟疑，甚至有一个声音轻轻地问你，真的会发生在我身上吗？这样的矛盾其实并不陌生，因为你的大脑并不是只听你想要相信什么，它更在意的是你过去反复经验过什么。那些曾经的失望，那些没有被回应的期待，那些努力过却没有结果的时刻，都被你的神经系统记住了，
变成一种对世界的预测。所以即使你现在试着改变想法，你的大脑仍然会先带你回到熟悉的感觉，那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地方，即使那里并不快乐。这不是你的问题，这只是你的大脑在保护你。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你的大脑开始学会相信，那会是一种很深的转变。那不是表面的肯定句，不是刻意的正向思考，而是一种在你身体里慢慢稳定下来的感觉。你开始在面对未知时，不那么急着退缩，你开始在机会出现时，不在第一时间怀疑，你开始在关系里，不再预设失去。这些改变看起来很微小，却会一点一滴重写你的神经连结。你的大脑开始建立新的预测、新的可能性、新的回应方式，而这样的内在转变会直接影响你如何行动、如何选择、如何看待眼前的一切。你会更愿意尝试，更敢于表达，更不害怕结果不如预期。这时候，你会开始感觉到，好像有些事情变得不一样了。机会好像比较容易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变得更顺，一些原本觉得遥远的可能，开始慢慢靠近你。你可能会以为是宇宙突然开始帮助你，但其实宇宙一直都在。只是当你的大脑还不相信时，你会错过，会退缩，会怀疑，让那些本来可以发生的事情停在门外。而当你的内在开始稳定的相信，你就不再关上那扇门。你开始允许事情进来，允许自己被看见，允许好的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宇宙并没有改变它的运作，它只是开始能够更完整地流向你。就像一条一直存在的河流，过去的你站在岸边犹豫，甚至怀疑那条河是否真的存在。而现在的你，慢慢把脚放进水里，让自己感受到流动。你会发现，那股力量其实一直都在，只是现在的你终于不再抗拒。当你的大脑学会相信，你不是变得更幸运了，你只是开始让那些本来就属于你的可能一一靠近你，并且真正发生在你的生命里。你或许没有意识到，那些在你脑海里反复出现的念头，其实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它们不是一闪而过的杂音，也不是毫无影响的情绪残影，而是一条一条正在被你走过的路。每当你对自己说一次“我不行”，你的大脑就会替这句话铺上一小段连结。每当你怀疑一次“应该不会轮到我”，那条路就会再被踩得更清晰一点。久而久之，这些念头不再只是念头，它们变成一种习惯，一种自动出现的反应，甚至是一种你不再质疑的真实。你的神经系统会优先选择那些走过最多次的路，因为那对它来说最省力、最安全，即使那条路通往的地方并不是你真正想去的方向。所以你会发现，有些想法总是比其他想法更容易出现，有些情绪总是特别熟悉，有些选择好像还没开始就已经决定了结局。这并不是命运，而是你反复练习出来的神经模式。但这里同时也藏着一个很深的可能。如果这些道路是被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么它们也可以被重新改写。只是改写的方式并不是一次用力的翻转，而是一种很细微、很温柔的练习。当那个熟悉的念头再次出现时，你不再立刻相信它，你只是轻轻地看见，然后在心里多放一个选项。也许我可以试试不同的方式，也许事情不一定会像以前一样。这些新的念头一开始会很微弱，像是刚被踏出的新路，还不明显，还不稳定。你的大脑甚至会抗拒，
会想把你拉回原本的轨道，因为那里比较熟悉。但只要你愿意，一次又一次的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新的可能上，那些新的神经连结就会慢慢被强化。原本那条自动通往怀疑的路开始不再那么清晰，而另一条通往允许、通往相信的路会逐渐变得自然。这个过程也许不会立刻带来剧烈的改变，但它会在很深的地方发生作用。你会开始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容易被情绪牵着走，不再那么快速地否定自己，甚至在某些时刻，你会自然地选择相信。这种转变不是刻意的努力，而是你内在的道路已经悄悄不同了。而当你的内在改变，你与世界的互动也会随之改变。你会更愿意靠近机会，更敢于接住可能，更不害怕未知的结果。宇宙其实一直在流动，一直在回应。只是过去的你总是沿着熟悉的路走向那些你已经预期的结果，而现在的你正在为自己铺设一条新的方向。你会在某个时刻明白，原来未来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由你此刻一个一个看似微小的念头慢慢延伸出去的路。而你现在正在走的这一步，正在决定你会走向哪一个世界。那些让你难受的经验会一直留在你里面，像一种无法消失的痕迹。有些画面会在不经意的时候浮现，有些话语会在安静的夜里回来，有些情绪甚至不需要理由就会出现。你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太敏感，是不是自己太容易受影响，是不是那些过去已经在你身上留下了无法改变的印记。而你的大脑确实记住了这些，它会把那些强烈的感受，特别是痛苦与不安，牢牢地储存起来，因为对它来说，那是一种保护。只要记得那些曾经让你受伤的情境，它就可以在未来提早预警，让你避开相似的风险。所以你会在某些熟悉的情境里，还没发生什么，身体就已经开始紧绷，情绪就已经开始防备。这并不是你太脆弱，而是你的神经系统正在努力保护你。只是这样的保护，有时候也会让你困在过去。你会用旧的感受去回应现在的世界，用曾经的经验去预测还没发生的事情。久而久之，你会开始觉得世界好像一直都是这样。但其实，你的大脑记住的从来不只是痛苦，它同样也有能力去学会新的感受，去建立新的连结。这就是神经的可塑性，不是一种遥远的理论，而是一种正在你身上发生的可能。当你开始在某些时刻对自己多一点理解，当你在情绪来临时，没有立刻责怪自己，而是轻轻地陪着那份感受，你其实正在传递一个新的讯号，告诉你的大脑，原来这样也是安全的。这些新的经验会一点一滴被记住，就像过去的痛苦一样，慢慢形成新的神经路径。一开始，那份温柔可能很微弱，甚至不太习惯。你可能会觉得这样对自己好，好像有点奇怪，甚至有点不真实。但只要你持续，你的大脑会开始熟悉这种感觉，那种不再急着否定自己，不再急着修正情绪，而是允许自己存在的状态，会慢慢变成一种新的基准。你会在某一天发现，原本让你紧绷的情境变得没有那么可怕，原本让你陷入自责的时刻开始出现理解的空间。你不再那么快掉进情绪里，也不再那么久走不出来。这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强了，而是因为你内在的连结已经开始改变。你开始用新的方式
对待自己。而这份温柔会慢慢扩散，它会影响你如何看待世界，如何与他人互动，如何面对未知与不确定。你会发现，原来你不需要一直处在防备里，原来你可以在关系里放松一点，原来你可以在不完美中依然感到被允许。而这一切的开始，并不是来自外在的改变，而是你在某一个时刻选择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对待自己。你的大脑记住了过去的痛，但它也正在学习记住你现在给自己的温柔，而这份温柔会慢慢带你走向一个不再只是防御，而是可以安心存在的地方。你或许曾经在某些时刻很笃定地对自己下过结论，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不够自信，不够果断，容易退缩，总是在关键时刻怀疑自己。这些标签慢慢变成你认识自己的方式，你不再只是经历这些状态，而是开始认同这就是你。你的大脑也会顺着这样的认同，建立一套稳定的运作模式，让你在熟悉的情境里自然而然地做出一样的反应。于是你会觉得，好像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好像不管换了多少方法，最后都还是回到原点。但你没有看见的是，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你无法改变，而是因为你的神经系统一直在维持你已经相信的样子。它不是在限制你，它只是忠实地执行你长久以来给它的指令。而这里其实藏着一个很温柔的事实，如果你的大脑可以因为过去的经验学会成为现在的你，那么它也同样可以透过新的经验慢慢学会不同的你。这就是神经的可塑性，不是一种遥远的能力，而是一种正在你身上发生的变化。每当你在熟悉的情境里多做出一点不同的选择，每当你在内心出现就有声音时，没有完全跟随，而是多停留1秒，你就在为自己创造一条新的路。那条路一开始很不明显，甚至会让你觉得不自然，因为你的大脑还不习惯。它会想把你带回旧的模式，那个熟悉的地方。但只要你一次又一次的练习，那些新的连结就会慢慢变得稳定。你会开始发现，原本让你紧张的情境好像没有那么可怕了，原本让你退缩的时刻开始多了一点勇气。这些改变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你内在的结构正在一点一滴的重组。而更深的一层是，你开始改变你相信自己是谁。当你不再那么笃定地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人，你就为自己打开了一个空间，让新的可能可以慢慢进来。这并不是要你强迫自己变成另一个人，而是让你看见你本来就不止一种样子。你曾经相信的只是其中一种版本，而现在的你可以开始练习相信不同的自己。也许一开始只是很小的改变，只是多一点点的尝试，多一点点的允许。但这些微小的累积会慢慢让你的大脑熟悉新的状态，让你的神经系统知道，原来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存在。当这些新的连结稳定下来，你会在某一天发现，你已经不再用过去的方式看待自己。你开始用一种更开放的眼光去感受你是谁。而这一切并不是奇迹，而是你一步一步透过每一个念头，每一个选择，慢慢让自己成为新的样子。神经的可塑性不是在告诉你要改变成谁，它是在温柔地提醒你，你从来没有被固定住，你一直都在变，而你可以走向哪里，取决于你愿意开始相信哪一个自己。你可能没有发现，那些在你脑海里一再重复的念头，
其实从来不只是经过而已。它们不像风一样来了就走，更像水一样，一滴一滴，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慢慢改变地形。你每天对自己说的话，那些轻声的怀疑，那些习惯性的否定，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预设，都在你的大脑里刻下一条又一条的痕迹。你的神经系统会把这些重复的讯息当作真实来对待，然后用这些真实去预测接下来会发生的世界。所以当你总是想着应该不会成功，你的注意力就会开始搜寻失败的迹象。当你习惯告诉自己我大概不值得，你就会在关系里退让，甚至在还没开始之前就先放弃让自己被好好对待的可能。这并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一种内在的连锁反应。你的念头影响你的感受，你的感受影响你的选择，你的选择一点一滴形塑出你的现实。而这一切的起点，往往只是那一个你早已习惯，甚至没有再去注意的念头。你或许会觉得，改变一个念头，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但你的大脑并不是用重要与否来运作，它只在意是否重复。重复的东西就会被强化，就会变成优先通道，就会成为你最自然的反应。所以那些你每天都在想的，哪怕只是短短1秒的自我评价，都在慢慢累积，变成你看待世界的滤镜。而这个滤镜会让你看见某些东西，也让你错过某些东西。它不会说谎，它只是忠实地呈现你已经相信的内容。但这里同时也藏着一个转机。如果这一切是被反复建立的，那么它也可以被重新练习。不是强迫自己立刻变得正向，也不是否定那些已经存在的感受，而是从觉察开始。当那个熟悉的念头出现时，你不急着跟随，你只是看见。你开始在心里多放一个可能。也许事情不一定会像我想的那样，也许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回应。这样的转变一开始很微小，甚至不会立刻带来明显的改变。但你的神经系统会记住，它会开始为这些新的想法建立新的连结。当这些连结慢慢稳定，你会发现，你不再那么容易陷入同样的循环，你开始有选择，有空间，有不同的反应方式。而这些新的选择会一点一滴改变你与世界的互动。你会更愿意尝试，更敢于靠近，更少因为恐惧而退后。于是现实也开始松动，不是因为世界突然对你变好了，而是因为你不再用同样的方式看待它。那些曾经被忽略的机会开始被你看见，那些曾经不敢接住的可能开始被你允许。你会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原来未来从来不是某个遥远的结果，它一直都在此刻被你反复出现的念头慢慢雕塑着。而现在的你已经开始用不同的方式为自己形塑一个更靠近你想去的世界。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